大家好，新的学期开始了，很多同学有想画画的心，却迟迟不动手，总觉得自己画的难看啊，排线排不好，造型画不准，明暗灰又不会表达，画了好多张就是不行。那大家好，我是小白杨，这个不怨你自己啊，先听我说，画素描，尤其是一开始最难画的就是排线和拉长直线了。一开始你不要把关注点放在排线排的好不好看，线拉的直不直上面，你要放在这上面，你会很自卑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当初学素描的时候，一天到晚没别的事情，就是画画。早上8点开始，一天3张大画，老师还会布置额外的局部练习小作业，那经常画到凌晨1点多。大量的练习让我们形成了肌肉记忆。那素描前期的基础训练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，没有一定的量你是很难提升的。当然只有量还不行，你要加速提升就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了。有了正确的方法，再加上你的大量练习，绝对会事半功倍。我第一次接触素描是在初中1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脑子里面每天都是问号，为什么我的排线这么丑？为什么形画不准？到底怎么调才能把形画准？为什么人家就能画得那么好看？为什么？巴拉巴拉一堆的问号。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正确的绘画方法，一开始老师只是给一个石膏几何体，先从正方体开始画，讲一下素描的基础理论，什么近大远小啊，看看光源是从哪边过来的呀，区分一下黑白灰关系啊，投影别画错方向了，就让我们开始动手了。那美术老师就不见人了，到下课的时候回来收个作业，然后石膏几何体啊就一个一个的换下去。上一个石膏我还没画明白呢，老师又换下一个了，我也没有什么进步。这时候我就着急了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老师不讲，我就买书看呗，买了本素描入门的书。我发现是我的学习方法不对。那首先呢，我看到了拿笔的姿势，我们习惯的握笔姿势，排线是不容易控制力度的，很容易画出死线。那因为这个姿势只能用笔尖来作画，不容易用到笔的侧锋。那一开始啊，你肯定会很不习惯的。但是啊，我有空就练，慢慢的我就发现小秘诀了。手腕放松啊，要比手腕紧绷画出来的线条要好看很多。我就放松着画，一开始啊，不要管线条间隔距离是否均匀，练顺手之后，我们再开始要求自己把间隔画均匀。那比如说由轻到重，然后再由重到轻。我们先由轻到重去画，后面再由重到轻去画。那这里还要再强调一点啊，削铅笔要多留出一些铅，不要削得太短，就像这一支，这2支肯定是这一支要好用一些。在用笔侧锋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笔尖太短，很容易被铅笔的这个侧面的木头给卡住。好了，排线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再解决画长线的问题。那还是要用对方法。刚开始画的时候，只是看周围画的好的高年级的同学，很容易就画出又长又直的线，可自己怎么画都画不出。学着人家的动作，开始啊不敢像人家一样果断的画一根线，那总想着慢慢画可能会画得好，但我发现慢慢画反而断断续续的，歪七扭八，就像排线一样，要放松，出手稳准快。那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圆规，那肩膀呢就是一个轴，胳膊就是一个圆规腿，伸直胳膊，手腕不能动，上下左右挥动就可以拉出长直线了。那长直线练好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，画不同角度的长直线或者点点相连，你会找不准位置。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手没有协调起来，这时候就需要手眼协调了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眼睛一定要比你的手要快一步。可以先练习短一点的直线，就比如说我们在纸上点几个点，眼睛呢提前走一遍你要连的点的路线，然后提前盯住要连的点，手跟上，很容易就能够连到准确位置了。那我们可以由短线点点相连到练习长线的点点相连，这样就有助于后面我们对于造型的把控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可以评论区交作业，下课喽。